婚礼前夕，我被歹徒掳走，还在全球直播折磨我的画面。被解救时，我精神恍惚，失去清白。沈寒辰赶到现场，嘶吼着帮我赶退记者，满眼心疼地把我揽在怀里，承诺婚礼照常举行。回家后，我在卧室安心睡去。半夜起来倒水时候，却听到他跟挚友谈话：寒辰，找人凌辱你老婆，还全球直播，这招有点狠毒了吧？就算你为了妙妙想打击你老婆的精神状态，我们也可以想其他办法啊。寒辰阵阵冷笑，只有他患上了精神病，我才能光明正大地控制他，淼淼才不会被难为。但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他想要的婚姻，用我的余生弥补他，足够了。滚烫的泪水滑落，可我的内心却是一片寒凉。我没想到自己如此渴望的幸福婚姻，到头来竟是亲手葬送我的坟墓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被自己的热水刺激得我皮肤生疼，可我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屋内两人的对话还在继续，他的挚友叹了口气：寒辰，大夫的话你也听到了，他可能这辈子都是个废人了，你这样做是不是？别说了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是沈太太，我也算是赎罪了。他的声音里不含一丝情感，似乎毁掉我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。房中的另一个男人无奈，也不便多说什么，只随口应付几句。总之，千万不能让嫂子知道真相，否则她肯定会疯。沈寒辰冷笑一声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他要是不疯，我怎么通过伴侣的身份控制他？房间内再无任何声音，而我的一颗心却坠入地狱，双腿不住地颤抖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才勉强没有摔倒。每走一句，就像行走在刀片上。怪不得沈寒辰在目睹我被凌辱的直播后，身份尊贵的他还能不顾外界的流言，纷纷坚持娶我。我原本还以为漂泊半生的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爱我的男人，到现在我才明白，这一切都只是骗局。亲手毁掉我的男人，居然就是我的丈夫。他做这一切，竟然是为了给楚淼淼铺路。想到两人算计我的模样，我再也坚持不住，双腿一软，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门外的巨响立刻将他引了出来。看着趴在地上泪流满面的我，他惊慌失措：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从前听他叫老婆，我只觉得安心，而如今却是彻骨的寒意。我没事，只是不小心摔倒了，我不想让他碰我。不着痕迹地抽回了手。他一愣，可脸上依旧是情深意重的模样。还是去医院看看吧，你身体原本就因为那件事不好，万一再复发。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懊恼地闭上了嘴。可我却知道，他是故意这么说来刺激我的神经，毕竟让我发疯是他最大的愿望。我装作没有看到他隐隐期待的目光，闭上了眼睛。没什么大事，不用费心了。如今的我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有资本骄傲的大小姐。父母公司破产，我被直播凌辱，要不是沈寒辰，恐怕我早就从楼上一跃而下了。所以他的背叛才是给我的沉重一击。原本以为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能过去，可他质疑带我去医院，嘴上说为了我的健康，可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外面的流言蜚语刺激我发病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有人敢笑话你。看他信誓旦旦的样子，我忍不住想笑。沈寒辰，既然你想要我变成一个真正的神经病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由于刚才的一摔，我的腿已经走不了路，
只能坐在轮椅上靠着沈寒辰移动。刚刚被推出别墅大门，沈寒辰便借口有东西忘在房间，让我自己先等几分钟。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张嘴挽留他，不远处藏在各个地方的记者瞬间跳了出来，闭眼的闪光灯将我包围，采访话筒恨不得对在我的脸上。沈太太，请问当初您拆散沈先生和楚小姐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过今天？您是否也觉得这是报应？沈太太，被全球直播凌辱，为何您丝毫没有受到影响？请问是您自愿的吗？沈太太，您都已经是残花败柳，为何沈先生还愿意娶您？难道您真的用自杀威胁他了吗？桩桩件件问题将我刚刚愈合一些的伤痕毫不留情地撕下。我下意识伸出手挡在面前，可那些记者怎么会轻易放过我？甚至有人直接冲上来拉开我的手，冲着我的脸狂按快门。一阵阵的闪光灯拍得我恶心，我紧紧握着手中的披肩，脑子里一片混沌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都给我滚，都滚！我像个疯子一样嘶吼，因为身体幅度太大，直接摔在了地上，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喘息，模样荒谬又搞笑。身边记者一愣，随即疯狂拍下我的窘迫模样。沈寒辰才姗姗来迟，将我护在身后。有什么冲我来？不要骚扰我的太太！男人力爆棚的行为引得记者阵阵惊呼：好男人！可只有我知道，我的痛苦都来自面前这个男人，他才是我今生最大的风雨。他指挥保安将那些记者赶走，多好笑！刚才保安怎么就离奇消失了？偏偏在他们拍完我的狼狈模样之后才出现。沈寒辰看我不说话，以为我又犯病了，走上来将我紧紧拥入怀中。老婆别怕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，只要有我在，谁都别想欺负你。被欺凌过又怎么样？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心甘情愿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眼中有泪水打转，似乎极为心疼我。要不是偷听到他的对话，这深情的模样，我不会有一点怀疑。我缓缓抽出手，别过脸去，还是赶紧去医院吧。我不想一辈子坐在轮椅上。他这才心满意足地将我送到医院。检查完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询问医生：我老婆怎么样了？我能承受住所有结果，要是病情严重也恭喜沈先生啊！沈太太的精神状态好了许多，一直保持下去，几年后应该就康复了。沈寒辰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，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他要我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生活不能自理的疯女人，否则怎么正大光明地把楚淼淼接进来？寒辰，你不开心吗？我平静地看向他，他脸上肌肉抖动一下，扯出来一个笑容。怎么会呢？我只是太高兴了。他演技的确高超，瞬间换上一副喜悦的模样。可他尚未熄屏的手机上分明停留着一条消息，让记者把他今天的样子发出去。立刻，第二天的热搜铺天盖地都是我狼狈的模样。沈太太究竟是人是狗？居然喜欢在地上爬动。被道德绑架的沈先生一生要陪着残疾过一辈子，无数侮辱性的词汇加在我的身上。沈寒辰怕我没看到，特意贴心的来给我朗读了一遍。我原本以为自己会情绪激动，可看着他那样暗含得意的脸，我居然一丝情感波动都没有，太过分了！这些记者乱写什么？老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处理好这些事情。处理？怎么处理？我只看到热搜挂在上面一飞冲天，根本就没有要消失的趋势。要是楚淼淼的黑热搜出现，恐怕会秒没吧。我刚想开口，
让他离开，大门却忽然被人推开，楚淼淼带着一身香水味扑进了我的怀里。无忧姐姐，我刚下飞机就知道了你昨天受伤的事情，马上赶过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我真的很担心啊。她嘴上说着担心，手却死死按压在我的伤口上，鲜血顺着纱布溢出，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你要是再不松手，我就有事了。楚淼淼一双大眼睛里顿时蓄满了泪水。对不起姐姐，我这都是太着急了。身旁的沈寒辰看不下去我欺负他，皱眉开口：老婆，淼淼也不是故意的，有必要这样咄咄逼人吗？受伤的人不是他，他当然能做好人了。我懒得跟他们废话，让保姆将我推回卧室休息。就在我昏昏沉沉即将睡过去的时候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对话声：淼淼，你走了这么多年，真的一点也不想我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很痛苦。沈寒辰压抑着情感的声音响起，还带着明显的委屈，这是他从来没有展现在我面前的模样。楚淼淼叹了口气，衣料摩擦的声音响起，两人明显抱在了一起。寒辰，这些年我也很痛苦，很想留在你的身边，可你已经结婚了，我不能对不起无忧姐姐。听到楚淼淼心里有她，沈寒辰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。没事的淼淼，无忧现在的精神状况已经很不好了，稍微刺激一下就会发疯，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了。楚淼淼并没有惊讶，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个计划。寒辰，真的苦了你了，有你在我很安心。气氛逐渐升温，两人几个月没有见面，小别胜新婚，尤其是看到楚淼淼含情脉脉的眼神，沈寒辰再也控制不住，将她打横抱起带回房间。楚淼淼惊呼一声：你疯了！要是被他知道了怎么办？沈寒辰根本不怕，我在他的水里放了安眠药，再大的动静他也听不到，况且他靠着我活下去，不敢怎么样。楚淼淼娇嗔地捶了一下他的胸口：就你坏！随后房间里传来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，我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两人纠缠的模样，胃中一阵翻江倒海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吐了出来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身处医院了。看我睁眼，沈寒辰焦急地握住我的手：老婆，你昨晚吓死我了。我进屋的时候，你已经晕过去了，地上还都是呕吐物。我光是看到他就想起昨晚他跟楚淼淼的画面，慌忙将手抽出来：我没事。他一听顿时急了：怎么会没事呢？你病得太严重了，咱们就听大夫的话，乖乖住院好不好？说不定配合治疗还有转机。我眉心猛地一挑，他这是迫不及待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，好日日跟楚淼淼厮混。我们在一起多年，他居然如此心狠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情绪稳定。我想想吧，你先出去。他还不死心，想再劝劝我的时候，房门被楚淼淼敲响：姐姐你醒了。昨晚吓得我一晚没睡好，刚醒我就迫不及待过来了，还好你没事。看着他由于被滋润变得神清气爽的样子，还有光滑白嫩的皮肤，那有一点担忧的模样，我冷笑一声，不理睬他，他也不尴尬，笑着推搡沈寒辰：寒辰哥哥，姐姐刚睡醒，肯定饿了，你快去给她买点饭，这里有我呢。沈寒辰早就不想留在这里面对我了，立刻站起身：老婆，我很快就回来了，你等等我。嘴上说的恋恋不舍，离开的却没有一丝犹豫。等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房间内后，楚淼淼的笑容瞬间消失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缓缓抬起头看向他：我要你们死，可以吗？楚淼淼一愣，
随后哈哈大笑起来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现在的鬼样子，就连行动都需要靠着别人推你，你能对谁造成威胁？我微微闭了下眼睛。他想跟我离婚，直接提出来就好了，何必这样糟践我？楚淼淼嘲讽地上下打量我。提出来，那他不就成了抛弃女友的渣男了？你也知道名声对于企业有多么重要，所以啊，只能牺牲你了。你应该不知道吧？当初你被强奸的时候，他就在屏幕上看着。你叫得最凄惨的时候，他抱着我在说爱我。我颤抖着身躯，一双眼睛因为愤怒变得通红。你这个贱人，贱人！他斜睨了我一眼。苏无忧，曾经你盛气凌人、高高在上的时候，想到过有这天吗？不过这一切还没结束呢，你很快就要被送进精神病院，我会托里面的人好好照顾你的。他得意地大笑离去，只剩下我自己在病房里消化这些话。几秒钟后，我缓缓从轮椅上站了起来。他们不知道，我的腿早就已经恢复，一直没有表现出来，就是为现在做准备。拨通那个电话后的10分钟，一伙人冲进医院将我带走。半小时后，沈寒辰收到董事会的急报：沈总，公司的资金链全都断了。沈寒辰急匆匆赶回公司的时候，集团上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沈总，之前我们合作的几个大公司就像是商量好一样，全都提出了撤资，我们资金链周转不过来，要破产了。这个消息带来的冲击实在是太大，他有些头晕目眩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啊！董事们也很头疼。如果1、2家撤资还能说得过去，到现在所有大型投资商都要离开，而且态度坚决，这背后没有人搞鬼是不可能的。要是处理不好这次危机，恐怕集团是撑不过去了，甚至还有牢狱之灾。不是还有紧急备用金吗？先投进去。沈寒辰再也维持不住往日里运筹帷幄的自信模样，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。沈总，备用金早就被楚小姐以买房子的名义转移了，现在咱们账面上只剩下几十万，根本没有用。什么？楚寒辰的声音陡然提高。楚淼淼是什么时候转移的资金？他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这些变故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。他混混沌沌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想要给楚淼淼打个电话问清楚。毕竟备用金几百万不是个小数目，可还没来得及打出去，医院忽然打进来电话：沈先生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沈太太消失了，我们找遍了医院都没有找到她。楚寒辰愣在了原地足足1分钟，他甚至在想，是不是最近自己压力太大，出现幻觉了。不仅公司忽然瘫痪，而且我这个残废居然消失了。我现在无父无母，所有生活都要依赖他，离开他我能去哪里呢？想到我发病时候的模样，他再也没法维持那份冷静，将所有员工扔下疯了一样冲去。可刚到公司楼下，就迎面撞上了悠哉悠哉的楚淼淼。寒辰，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还特意下来接我，你对我真好。说完就笑嘻嘻地挽上了他的胳膊。可这次，沈寒辰冷冷地看着他，你为什么要转移走公司的备用金？楚淼淼一愣，立刻意识到事情暴露了，撒娇想要把这件事情掩盖过去。不是你跟人家说公司的钱我可以随便花的吗？而且公司经营的这么好，根本就不需要啊。我拿来买房子也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家。看着他委屈巴巴的模样，沈寒辰心里只剩下来烦躁。为什么要动公司的钱？这样的语气太严厉。楚淼淼眼泪直接下出来了。
你这么凶干什么？不给我花，难道还想给苏无忧花吗？他不满地将脸别到一边，等待着沈寒辰像从前一样哄他。可现在沈寒辰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情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她是我老婆，我给她花钱天经地义。楚淼淼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你说什么？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沈寒辰真的对我产生了感情。沈寒辰懒得跟他废话，推开他就往门外走。沈寒辰，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门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楚淼淼崩溃大喊。沈寒辰脚步一顿，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等他飞奔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。昨天还充斥着生活痕迹的温馨小家，今天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温度。我走得匆忙，甚至没来得及收拾东西。出门时换下的睡衣还搭在沙发上，可它的主人永远不会回来了。无忧，无忧，你别闹了，我知道你在家，出来见见我好吗？短短一句话，几乎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。空荡的房子里只有他的回音。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半夜从噩梦中惊醒，满头大汗。我将他抱进怀里安抚，没事的，我一直在你身边，只要你喊一声，我就会出现。后来我也是这么做的，只要他需要我，无论我身在何方，都会立刻赶去陪他。一开始他深受感动，可在时间的流逝下，他习以为常，甚至觉得怎么会有人有如此深沉的爱。他断定我是装出来的，可是真的有人能装得如此逼真吗？当初他高烧不退，给楚淼淼打去电话，明明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，楚淼淼却借口身体不适直接拒绝。不知为何，越是这样慌乱的时候，那些往事就越是不受控制地浮现，心中隐隐约约有个声音在告诉他，真正对你好的人是苏无忧。他跌跌撞撞地推开我的房间，一阵微风吹拂起窗帘，将窗台上的东西吹了下来，刚好落在沈寒辰的面前。他一愣，俯下身，好奇地将东西捡起来，可在看清的瞬间呆住了。那是当初我熬了不知道多少个夜晚亲自设计出来的结婚戒指，一直视若珍宝，从不舍得摘下来。如今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，昭示着主人的离开。无忧，无忧，你别玩了，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好玩。他跪倒在地上，拖着那枚戒指，呢喃自语。尽管心里知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可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这是我留给他的礼物，也是将他拖入地狱的篇章。寒辰，出大事了！嫂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国外，还拍了视频发给国内的记者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了。就在他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不可自拔的时候，他兄弟跌跌撞撞地跑到他身边，点开一份视频送到他面前。画面里，我坐在咖啡馆中，意气风发的模样跟当初那个畏畏缩缩、精神失常的女人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。我录制这段视频就是为了向你们揭穿沈寒辰的真实面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诉说这段我不愿意回忆的凄惨经历。当初那件事发生的当天，是沈寒辰给我发了消息，将我约去了废弃大厦。对他我是100%的信任，可我没有想到，等待着我的居然是一场地狱。后来我被解救后，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精神也出现了难以挽回的损伤。在我将刀子再次放在手腕上的时候，是他哭着跪下来，求我不要将他一个人留在人间，承诺会永远爱我。我信了。想到自己被当作傻子耍得团团转的那段日子，我忍不住苦笑一声。可后来我无意中撞破真相，他所谓的爱和守护全都是假的。他不惜派人毁掉我，将我变成疯子，
都是为了守护他的白月光楚淼淼。我将调查的证据统统在视频中播放出来，其中甚至包括两人在我被侮辱的时候还在酒店私会的视频，彻底坐实了这一切。屏幕面前的沈寒辰彻底傻眼了。大部分人对公司的营业情况不感兴趣，但是这种上流社会的花边新闻不一样。不过短短1个下午的时间，瞬间冲上了热搜第1名，比陈世美还要狠毒，居然找人欺凌自己的妻子，奸夫淫妇。究竟是白月光还是米饭粒？奔向自由，苏无忧的自救之旅，诸如此类的新闻标题数不胜数。一开始沈寒辰还能控制热搜降下来几个，可还没过10分钟就再次冲了上去。他怒气冲冲地打电话去质问，可微博的工作人员也只是懒洋洋地解释：沈总，谁有钱谁说了算的道理你不懂吗？有人出钱比你多，我们肯定听人家的啊。沈寒辰咬着牙还想说什么，可对方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。曾经利用权势压迫我的人终于被反噬，公司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。他赶到的时候，大门口已经被闻声赶来的记者密密麻麻地包围住，所有人都在等待挖掘到第一手资料。看到他出现，众人一拥而上：沈总，请问苏小姐说的是真的吗？您真的做出了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吗？沈总，您到底是多么狠心才能对原配妻子下手？是楚小姐在背后操纵的吗？沈总，请问您跟楚小姐是什么关系？您真的要把苏小姐送进精神病院吗？记者长枪短炮的提问让他有些招架不住。匆忙赶来的记者拼尽全力才勉强将他拉进了公司，董事都等候多时了。等他衣衫不整的进门时，所有人都怒气冲冲地看向他：沈寒辰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公司，你怎么能拿着公司前途做这样的事情？沈寒辰还没有从刚才那惊悚的一幕中缓过来，他想到那天将坐在轮椅上的我扔在门口时候，我也是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记者们说的话更加难听，而那时候他躲在阴暗处看着我被难为，心中不知为何升起一丝病态的快感。而现在轮到他自己了，他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滋味了。都给我闭嘴！众人诧异地看向他，如果他还是从前那个有权有势的沈总，现在估计早就鸦雀无声。可是，一切都已经改变了，集团的情况摇摇欲坠，谁还愿意哄着他？沈寒辰，你少在这里摆架子！当初我们就劝过你好好对老婆，你不听，也不动动你的脑子想想，每天跟你睡在一张床的女人手里能有你多少证据？想毁了你还不轻而易举？你连自己的关系都处理不好，还有什么资格领导我们？下台！下台！众人群情激，纷纷要求沈寒辰离开公司。沈寒辰哪里见过这种阵势，心里竟然有些慌张。董事们甚至上来撕扯他的衣领，要他赶紧给出一个解释。慌乱中，他忽然想到，当初我被欺凌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同样无助？不，只会比他更加可怜。毕竟，我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疼痛，还要忍受被直播凌辱的精神压力。如今他被这样对待，怎么不算是报应呢？等他从唇枪舌战里脱身出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派出去查我消息的人，无忧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，能联系上吗？很遗憾，虽已经有了我的消息，可是我拒绝跟沈寒辰还有沈氏集团的所有人沟通。集团黑客想要获取我的位置，却被更高层次的黑客攻击，整个公司的电脑都陷入了瘫痪。寒辰，现在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纽约，
剩下的就不清楚了。你也知道，他现在恨死你了，根本就不会见你。他兄弟长叹一口气，低下头去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哪怕他要报复我，也应该面对面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为什么不见我？沈寒辰就像是没听见一样，着急地摇晃着他的肩膀。现在只要能见到我，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。现在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他。沈寒辰，当初我劝过你的，他要是知道真相，一定会恨你一辈子的。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沈寒辰根本就不在乎公司的股票，他现在只想见到我。他不敢想我现在是什么心情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自己的脸，开始嚎啕大哭。彼时，我正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中，看着窗外的美景。身旁小姑将一杯咖啡送到我的面前，喝点吧，我的大小姐。把国内搅弄得满城风雨，还有闲情雅致，在这里看风景的人，估计也就只有你了。我耸耸肩膀，这又不能怪我，明明是他先不仁的。要不是我跑得早，恐怕现在我都已经被送到精神病院了。提起这件事，一向优雅的小姑也有些愤怒。这个沈寒辰也太不是东西了，居然这样对你，为了所谓的名声，不惜毁掉你。我真是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。我的确是父母双亡，可沈寒辰不知道，我还有一个在纽约做生意的姑姑。虽然身处异国他乡，但我们两个的关系一直很亲切。父母离世之后，姑姑不忍心将我一个人留在国内，多次提出要将我带走。可我放心不下沈寒辰，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。没想到一时的心软，竟然让我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但好在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当初楚淼淼离开之后，我就给姑姑打去了电话。姑姑听我说到一半，整个人都要疯了，连忙派直升飞机将我带走。姑姑在商场多年，实力雄厚，跟沈氏集团那几家投资商也都是老相识了。况且他们一直想要搭上姑姑这条线，姑姑一声令下，他们纷纷撤资表忠心。看似强大的沈氏集团根本扛不住这致命一击，资金链断裂后，立刻陷入了毁灭的边缘。姑姑依旧难解心头之恨，买通国内几家知名杂志社争相报道这件事，很快就将她拉下神坛。我靠在姑姑怀中，心中无比安心。谢谢你啊，姑姑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姑姑心疼地抚摸上我的额头，傻孩子，记住了，这个世界上除了家人，谁都靠不住。男人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。从前或许我还不相信，但现在我真的是见识到了。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，医生都说了，你的身体没大问题，静养就能恢复。况且这里没有人认识你。等你病好了，赶紧给我进公司学习管理。你姑姑我年纪大了，需要你这个接班人。闻着姑姑身上熟悉的香水味，我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。还好，我还有家人。国内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，我的身体也逐渐好转起来。这天我刚从办公室里出来，还没来得及回家，忽然被一个人影拥入怀中。吴佑，我终于等到你了，你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你，终于得到了你的地址。我吓了一跳，要不是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真的以为自己被流浪汉纠缠上，要报警了。我们不过短短几个月没有见，他整个人就瘦了一大圈，胡子拉碴，衣服也破旧不堪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。我嘴角微微抽搐几下。你是沈寒辰？听到我的话，他激动地点点头。无忧，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对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肯定会学习做一个好丈夫的。
我没说话，只是平静地注视着他。我的目光让他有些不自在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这个样子吓到你了？我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一直没来得及收拾自己。他自卑地将头低下去，根本就不敢看我一眼。而我在他自言自语告一段落之后，终于缓缓开口：沈寒辰，当初你在致使那帮人凌辱我的时候，在想什么呢？话音落下，他如遭雷击，站在原地颤抖着嘴唇，不敢直视我的眼睛。无忧，我当时一时鬼迷心窍，但是现在我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求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？我冷哼一声，向后倒退一步。相信你？我相信你的次数还不够多吗？你是怎么回报我的？他顿时哑口无言，因为尴尬，整张脸变得通红。我早就看穿了他虚伪的面目，像赶一条狗一样跪了挥手。如果我没有这么强大的家庭，早就被你送进精神病院了吧？沈寒辰，你施加给我的痛苦，我一辈子不会忘记。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出现。我没有找人毁了你，已经是看在往日的感情上了。我的语调冰冷，他的表情越来越难看，猛地向前一步。无忧，这都是因为我被楚淼淼蒙骗了啊！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，难道你忍心离开我吗？看他步步紧逼，我大声将保安喊了出来。这个人骚扰我，在国外这是很严重的罪名，更何况沈寒辰在这里毫无人脉根基，很快就被带走。临走时候，他还在剧烈挣扎，呼唤我的名字，试图让我回心转意。我冷笑一声，神经。他被遣送回国后的1年，我的生活也渐渐步入正轨，不仅在姑姑的带领下成功在集团站稳了脚跟，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恰巧这次公司跟国内一家企业有合作，为了保证进展顺利，我决定飞回这个阔别已久的地方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来跟我谈合作的居然是沈寒辰的兄弟。我们2人碰面，都愣了一下。看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他依旧没有释怀当年帮助沈寒辰欺骗我的事情，心存愧疚。可对于已经开启新生活的我来说，早就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沈寒辰怎么样了？破产后他过得应该很不好吧？提到这个名字，他叹了口气。原来当初被送回国以后，沈寒辰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况且每天都要应对大批记者和前来讨债的股东，整个人身心俱疲，精神也出现了问题。他将自己经历的一切都归咎在楚淼淼身上。前去跟楚淼淼索要公司备用金的时候，发现他跟一个老男人进了酒店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念念不忘的白月光是个彻头彻尾的烂人。情绪崩溃后，带着刀冲了进去。还好他身体早就透支，虽然连捅了几刀，但手上没有太大的力气。楚淼淼捡回一条命，只是虽然没死，却被他用刀插在了大腿根上，这辈子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。对于心比天高的楚淼淼来说，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至于沈寒辰，因为精神方面的疾病逃过了一劫，按照规定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他给我看了沈寒辰现状视频，每天坐在精神病院里被迫吃大把大把的药丸，不听话还会遭受毒打，日子可以说过得苦不堪言。宽大的病号服下，他身体瘦的只剩下了骨头架子。他当初想把你送进去，没想到现在他自己被送进去了。天道好轮回啊！他兄弟忍不住感叹。其实看他这样，我心里没有任何感觉。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损耗在了他的身上，如今这个结果也只是两败俱伤罢了。窗外的阳光洒在的我的身上，
我笑着站起身，朝他伸出手，合作愉快。虽然从前的人生有很多不愉快，但以后全都是光明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